农历7月半，家家户户忙普渡。但你知道吗？中元节不仅是款待无形众生的日子，更是宇宙能量最强烈的业力清算日。很多长辈只要7月1遇到诸事不顺，第一反应就是去收经。但其实真正的冤亲债主往往藏在我们自己的脾气和执着里。当大自然的磁场变得混乱，我们身上的负能量就像老旧收音机对上了杂讯频道，引发各种破财、失眠和家庭争吵，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鸡飞狗跳。解铃还须系铃人，今天的内容就是要来帮大家未雨绸缪的。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是哪3大生肖首当其冲。只要学会我教你的化解秘诀，就能帮你在农历7月稳住阵脚，轻松化解业力关卡，不仅逢凶化吉，还能把恶业转为善缘，让你在这个报恩月里扭转乾坤。不过这种业力的引爆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在真正爆发之前，宇宙一定会透过你的身体和生活环境给你发出警告。如果你最近生活中出现了以下这4大征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是老天爷在提醒你，你的磁场出问题了，要赶紧修补。第一个征兆是睡眠异常，特别是在饮食惊醒。大家回想一下，最近这半个月，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晚上睡不踏实？有时候明明很累，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却整夜做梦。最典型的一种情况是，你总是会在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突然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天花板，心脏还扑通扑通跳得很快。在我们传统的12时辰里，凌晨3点到5点叫做寅时，这个时候是人体肺经运行的时间，也是一天之中阴气最重，阳气刚刚要萌发的交替点。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人体的防御力是最弱的。如果你经常在这个时候惊醒，或者频繁梦见已经过世的亲人、老朋友，甚至梦里他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你，不要害怕，这不是鬼故事，这是因为你的潜意识能量场正在跟无形法界产生共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最近你的心不静，过去的一些缘分或者没有放下的执念正在消耗你的精气神。第二个征兆是物品频繁损坏，莫名其妙破财。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业力显现的时候，最先承受冲击的往往不是你本人，而是你身边的物质。你最近有没有遇到这种邪门的事？平常好好的手机从沙发上滑下来，啪一声，荧幕就碎了。家里厨房的水管突然漏水，搞得满地都是。或者买没多久的电风扇、微波炉，插头一插，突然就烧毁了。甚至你开车出门，莫名其妙就被石头砸中挡风玻璃，或者被开了一张根本没注意到的罚单。很多长辈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心疼钱。但弘一法师教导我们，遇到逆境要生欢喜心。为什么？因为这在玄学上叫做破财挡灾。当一股强大的负面业力冲向你的时候，你身边这些跟你磁场相连的物品替你承受了这股能量，它们碎了、坏了，其实是替你挡了一刀。所以东西坏了千万别发脾气，
你要在心里默默说一句岁岁平安，阿弥陀佛，感恩化解。你的一念感恩就能把这股恶业给化解掉。第三个征兆是磁场冲突，无明火起，这是最伤人也最常见的一种业力引爆。什么叫无明火？就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脾气突然变得像吃了炸药一样。可能只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媳妇说了一句今天的汤好像有点咸，放在平时你根本不在意，但最近你一听，心里那股无明火轰的一下就窜上来了，立刻顶回去，嫌咸你就自己煮，每天煮给你们吃还嫌东嫌西，结果好好的一顿饭吵得全家鸡飞狗跳。事后你自己一个人坐在客厅也觉得很懊悔，我刚才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典型的磁场冲突。农历7月，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家人频繁为了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发生毫无意义的激烈争吵，仿佛空气里飘着火药味，仿佛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波助澜，请注意，这就是你自身的嗔恨心引来了冤亲债主的干扰。他们最喜欢看你生气，你越生气，你的福报就漏得越快。记住一句话，脾气一来，福气就走。第4个征兆是身体反应，肩膀沉重，背后发凉。最后一点也是最直接的身体反馈，最近走在路上，大热天的，你有没有突然觉得背后一阵发凉？或者每天早上起床总觉得肩膀和脖子特别僵硬，特别沉重，就像肩膀上扛着2袋米一样。你去给人家推拿拔罐，当时舒服了一点，隔天又开始沉重。从中医的角度讲，我们的脖子后面有大椎穴，那是人体阳气的总开关。从佛学的角度讲，当你的业障现前，或者去了一些磁场不干净的地方，阴性能量最容易附着在人的肩膀和后背上，这会压制住你的阳气，让你整天昏昏沉沉，提不起劲，甚至会引发偏头痛。各位老菩萨，如果你最近中了以上这4个征兆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好几个，请你先做一个深呼吸，不要慌张，更不要到处去花大钱找人做法改运。业力是自己造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接下来的内容非常关键，我们要特别点名今年中元节期间磁场最容易受到剧烈波动的3大生肖。如果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老伴、孩子刚好是这3个生肖，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化解。说完了4大预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核心的环节。我们先来谈谈在今年农历7月业力引爆风险最高的第1个生肖，也就是生肖猴。属猴的老菩萨们，你们天生聪明机灵，脑筋转得比谁都快，做事手脚也很利落，但你们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话。平常这叫真性情，但是在农历7月，大自然磁场最混乱，无形众生活动最频繁的时候，这种管不住嘴的浮躁性格就会成为引爆业力最危险的导火线。佛教里常说造口业，很多时候福报就是从我们这张嘴里漏掉的。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这股业力是如何在生活中悄悄发生的，
我来讲一个真实发生在菜市场的例子，大家听听看，这是不是就很像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南部的一个传统市场里，有一位58岁的林大姐，她就是属猴的。林大姐在市场卖菜卖了30多年，为人其实很热心，谁家缺根葱少拌蒜，她都大方送。但她有一个毛病，就是嘴巴特别碎，爱抱怨，而且讲话很毒，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她总觉得自己没有恶意，别人就应该体谅。前几年农历7月15，市场里照规矩举办联合中元普渡。那天下午天气非常闷热，没有一丝风，空气里全是焚烧纸钱的烟熏味和线香的味道。林大姐那天生意不太好，心里本来就有些浮躁。大家在拜拜的时候，她看着满桌子的丰盛贡品，一边擦汗，一边忍不住跟旁边的摊贩大声抱怨：哎呦，拜这么多有什么用啦？这些好兄弟一年到头就等这顿，吃饱了就赶紧走，别在这里碍事，害我今天菜都卖不出去，真是倒霉。旁边的人听了脸色大变，赶紧拉他的衣角说：林姐，7月半你不要乱讲话啦，要保持敬畏心。林大姐还铁齿撇撇嘴说：怕什么？我行得正坐得端。结果话才刚说完，不到1分钟，一阵毫无预警的怪风突然吹过来，把林大姐面前香炉里的几根线香硬生生从中间给吹断了。那风冷飕飕的，在大热天里让人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林大姐心里毛了一下，但还是铁齿没当一回事。可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林大姐的业力就彻底引爆了。第1天晚上，她回到家，觉得整个房子特别冷，她把冷气关了，还是觉得背后有一股凉意直穿脑门。到了凌晨3点多，她突然从梦中惊醒，心跳得像打鼓一样快。她隐隐约约听到客厅的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但在那之前，家里的水龙头明明是好的，她吓得躲在棉被里，一直熬到天亮才敢出来。第2天去市场，她的情绪变得极度失控，因为一个老顾客为了10块钱跟她讨价还价，平时她早就笑笑算了，但那天她就像吃了炸药一样，指着客人的鼻子破口大骂，讲的话非常难听，甚至把人家祖宗18代都扯进来了。老顾客气得发誓再也不来买他的菜，其他摊贩也对他指指点点。当天下午，他儿子打电话回来关心他，他又因为一点小事跟儿子在电话里大吵一架，气得把手机直接摔在地上，荧幕碎成了蜘蛛网。第3天，他精神恍惚地走在路上，明明是很平坦的柏油路，他却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重重地摔了一跤，脚踝严重扭伤，肿得像个大包子，整整1个月没办法出门做生意。各位乡亲，你们觉得这一切只是巧合吗？是那些好兄弟在故意捉弄他，报复他吗？其实不是的。用弘一法师的智慧来解释，这完全是他自己引爆了自身的嗔业。法师曾说，学1分退让，讨1分便宜，争1分享用，减1分福泽。林大姐平时积累的浮躁与怨气，在普渡那个磁场最强烈的时刻，透过她那句充满不敬和嗔恨的抱怨，彻底打破了她自身的
防护罩。在佛学看来，言语是有能量的。当你发出恶念，说出抱怨和刻薄的话时，你的磁场就会瞬间变得负数，变得极度浑浊。农历7月，法界的无形众生本来就多，他们感受到你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负面频率，就会不自觉地靠近你。这不是他们要害你，而是物以类聚，能量共振。你的心乱了，你的气场就破了洞，所以才会接连发生半夜惊醒，与人发生强烈磁场冲突，甚至发生意外破财挡灾的连锁反应。林大姐后来去庙里找了一位老法师收经，老法师叹了口气，告诉她，你这辈子辛苦修来的福报全从你那张嘴漏光了。7月是报恩月，人家来接受施食，你却口出恶言，你的心不慈悲，自然感召不到善缘。林大姐听完，这才恍然大悟，羞愧地流下眼泪，回到佛前真心忏悔。那么属猴的朋友，如果在这个月你们也感觉到自己特别容易心浮气躁，特别想开口骂人，或者已经感觉到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我们该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化解呢？这里为大家提供2个非常实用的辟邪开运法。第一，普渡祭拜时必备圆形水果。属猴的朋友在准备中元普渡的贡品，或者初一15拜拜时，请你们一定要亲手挑选几样圆形的水果，最好是苹果象征平安，橘子象征吉利，或是圆润的香瓜。切记千万不要拜有刺的水果，也不要拜形状奇形怪状的。为什么要选圆形的？在佛教的观想中，这叫做以物表法。当你在洗这些水果，把它们摆上供桌的时候，你要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愿我的心胸如这水果般圆满，愿我的言语不再带刺，愿我与十方众生解冤释结。这是在借着供佛供众生的机会，圆融你自己尖锐的脾气，修补你破损的磁场。第二，为自己准备一个黄色五色布的开运小物。属猴的朋友五行属金，金太旺则容易锐利伤人。黄色在五行中属土，土能生金，也能厚得载物。请大家去布庄捡一小块纯黄色的棉布，或者去庙里求一条有黄色底线的五色线，将它平整地折好，放在你每天随身携带的皮夹或包包的内层。黄色代表着大地的稳定力量。当你感觉到自己快要发脾气，快要说出伤人的话时，你就把手放在皮夹上，感受那块黄布的存在，在心里默念3声阿弥陀佛。这股来自大地的沉稳能量会瞬间帮你挡住外界的流言蜚语，同时压制住你内心那股想要与人争辩的无明火。记住弘一法师的教诲，管好自己的嘴，就是守住最大的风水。沉默有时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无声的慈悲。属猴的朋友，这个7月，请给自己的嘴巴放个假，多微笑，少开口。你会发现，很多原本可能会发生的灾祸，就这样在你的柔和中悄悄地化解于无形了。说完了属猴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讲讲今年中元节期间磁场最微弱、最容易受到无形能量干扰的第2个生肖，也就是生肖属。
属鼠的老菩萨们，你们天生心思细腻，观察力强，对周遭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这本来是优点，但在农历7月这个业力清算月，这种过度敏感的体质反而会让你们像一块海绵一样，不自觉地吸收天地间游离的负能量。这个月你们面临的最大业力引爆点不是外在的冲突，而是内在的情绪黑洞与深层恐惧。很多属鼠的朋友在7月会突然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低潮，觉得活得很累，觉得没人懂自己，甚至在半夜醒来时会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恐惧感吞噬。这不是你生病了，而是你累世累积的忧悲苦恼之业，在这个特殊月份现前了。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听听看，能不能从中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这是我认识的一位65岁的退休公务员老陈，老陈就是属鼠的，他辛苦了一辈子，儿女都在台北成家立业，平时就他和老伴住在台中。老陈心思很重，平时哪怕孩子少打了一通电话，他心里都会胡思乱想，觉得孩子是不是嫌弃他老了。前几年的农历7月初，老伴去台北帮女儿带孙子，留老陈一个人在家。从那几天开始，老陈的业力就悄悄引爆了。起初他总觉得屋子里特别阴冷，明明是大热天，他却要穿着长袖。到了傍晚，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眼角余光总觉得厨房那边有黑影晃过去，去上个厕所，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他看。他吓得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连睡觉都不敢关灯。到了7月半普渡那几天，老陈的状况急转直下，他开始严重失眠，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过去几十年里那些让他受委屈不甘心的事情。他陷入了一个极度黑暗的情绪黑洞里，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跟他说，你看你老了，没用了，连老伴和孩子都不管你了，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种恐惧和绝望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甚至不敢出门，怕见到邻居，怕邻居问起他孩子怎么没回来看他。他就这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瘦了3公斤，整个人精神恍惚，仿佛掉进了深渊。各位乡亲，老陈看到的是鬼吗？不是的。弘一法师曾经开示过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心无物欲，即是秋空寂海。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心里没有那些杂念、执着和贪求的时候，他的心就像秋天的天空和雨后平静的大海一样清朗。反过来说，老陈所经历的恐惧和阴影，其实都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执念幻化出来的。在佛学中，这叫做一切唯心造。他对亲情的患得患失，对衰老的恐惧，以及过去没有释怀的委屈，在农历7月这个磁场最容易共振的时期，被无形法界的力量放大了无数倍，形成了反噬他的情绪业力。那些他以为的黑影，其实是他自己内心恐惧的投影。后来是老伴察觉到他不对劲，赶紧从台北赶回来，带他去了一趟常去的寺院。师父听了老陈的状况，
没有给他画符念咒，只是让他跪在佛前教他念心经。师父跟他说，老陈啊，你心里的包袱太重了，你总是在向外求关注，求圆满，求不到就生怨恨。7月是教我们放下执着的月份，你要学会把心安住在当下，不要跟着妄念跑。老陈在佛前大哭了一场，把心里的委屈和恐惧全都释放了出来。说也奇怪，当他真正愿意面对自己的脆弱，放下对儿女的强求时，他突然觉得肩膀上一阵轻松，那种被压迫、被盯着看的感觉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属鼠的朋友们，如果这个月你也感觉到莫名其妙的恐慌、忧郁，甚至觉得人生了无生趣，请你立刻警觉，这是业力在拉扯你的情绪，千万不要顺着那个负面的念头想下去。我们该怎么稳固自己的磁场，化解这情绪黑洞呢？这里教大家2个非常接地气的辟邪定心法。第一，祭拜时多准备五谷杂粮。属鼠的朋友五行属水，水性流动，容易随境转变，缺乏根基。在中元普渡或者家里拜拜的时候，建议你们在供桌上多准备一些五谷杂粮，比如红豆、绿豆、黄豆、黑豆或是糙米。为什么要拜五谷？五谷吸收了天地间最纯正、最丰厚的阳气与土气。当你在准备这些贡品的时候，去感受它们沉甸甸的重量，这在无形中能帮你补足地气，稳固你的根基。拜完之后，把这些五谷煮成粥喝下去，这叫做吃平安，能从内而外安定你的心神，让你不再轻易被外界的阴性能量牵着鼻子走。第二，随身携带粗盐小红包。如果这个月你必须去医院、去扫墓，或者晚上必须出门，属鼠的朋友请务必准备一个小小的红包袋，在里面装入一小撮粗盐，封好口，放在口袋或包包里。粗盐在各种传统民俗和宗教里都有极强的净化与拔除负能量的作用，而红色则能增强你自身的阳气。这个小红包就像是一个隐形的防护罩，能够吸收掉那些试图靠近你的忧郁和恐惧磁场。过了农历7月，把粗盐倒在流动水里冲走，把红包袋丢掉就可以了。属鼠的老菩萨们，记住，真正的平静不是外面没有干扰，而是你的内心足够强大。遇到恐惧时，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让佛号的阳刚之气驱散你心头的阴霾。说完了属猴的口舌业和属鼠的情绪业，接下来我们要讲讲今年中元节期间面临最危险、最容易发生实质性意外的生肖，也就是生肖虎。属虎的各位朋友，你们天生自尊心强，爱面子，做事有魄力，不喜欢低头。这份刚烈在平时是你们成功的武器，但在农历7月，这种傲慢与强势却会变成引爆业力、招惹灾祸的定时炸弹。为什么这么说？农历7月阴气重，而属虎的人阳刚之气最盛。按理说阳气重应该不怕鬼啊，错了。当你带着极强的傲慢心和暴躁脾气时，你的气场就像是一把没有刀鞘的利刃，非常容易跟天地间混乱的磁场发生硬碰硬的强烈冲突。
这在佛教里叫做嗔恨傲慢业，一旦引爆，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血光之灾或是突发意外。我来讲一个非常惊险的真实案例。这件事发生在2年前的农历7月，主角是一位52岁的计程车司机王大哥。王大哥就是属虎的，从相学上来看，他眉骨很高，眼神锐利，平时是个脾气火爆，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角色。那阵子刚过立秋，虽然节气已经转换，但秋老虎发威，晚上依旧闷热的让人心浮气躁。7月半的前一天深夜，王大哥在市区载到了一个要去偏僻山区公墓附近的客人。其他司机大哥在这个月份遇到这种路线，通常都会婉拒或者要求绕大道走，但王大哥很铁齿。他心想，我开车开了3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怕什么鬼？为了省几分钟的时间，他方向盘一打，直接切进了一条没有路灯，两旁全是杂草和防风林的小山路。一开进那条小路，车里的气氛瞬间就不对了。原本吹得很凉的冷气，突然变得像冰窖一样，吹出来的风冻得人骨头疼。车上的广播电台开始发出沙沙沙的杂讯干扰声。最可怕的是，王大哥突然觉得胸口很闷，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脑袋一阵阵发晕，脾气也莫名其妙暴躁起来。他在心里不停地咒骂这鬼天气和这条破路。那条山路他以前白天开过，顶多10分钟就能开出去，可是那天晚上他开了快半个小时，眼前依然是无尽的弯道和一模一样的防风林。这就是民间俗称的鬼打墙。王大哥心里开始发毛，但他属虎的那种傲慢与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他不肯停下车来念佛或者冷静一下，反而猛踩油门，想要硬冲过去。就在过一个急弯的时候，他恍惚间看到路中间站着一个黑影，他猛地踩下急刹车，方向盘急打到底，砰的一声巨响，车子狠狠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车头全毁，安全气囊整个爆开。好在人只有受到轻伤和严重的惊吓，差不到半公尺，整辆车就要翻下旁边的山崖，生死真的就在一瞬之间。各位乡亲，王大哥遇到的是鬼吗？弘一法师曾经留下一句非常深刻的开示：以冰霜之超自立，以穹隆之量容人。意思是说，做人要像冰霜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但对待外在的世界要有天空一样宽广的包容心与柔和。王大哥的险境其实是他自身的傲慢业引爆的结果，他的暴躁和不敬畏蒙蔽了他的直觉和判断力。所谓的鬼打墙，其实是他内心的执着和狂妄与外在混乱的阴性磁场发生了剧烈冲撞，导致他产生了幻觉。如果他当时能收起那份傲慢，停下车，柔和地在心里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谦卑地请求无形众生让路，他的磁场就会平静下来，根本不会发生这场车祸。所以属虎的朋友，今年中元节前后，请你们务必收起脾气，学会低头。古人说，水低为海，人低为王，柔和与敬畏才是你们这个月最大的护身符。这段期间，
最忌讳夜游、开快车或者出入声色场所等磁场复杂的地方。如果属虎的朋友最近觉得心浮气躁，脾气压不住，或者出门总觉得提心吊胆，我们该怎么化解呢？这里教大家2个非常强效的开运法。第一，在佛前点一盏长明灯或酥油灯。属虎的朋友这个月的无明火太旺，容易烧毁理智，建议你们在中元期间亲自到寺庙里或者在自家的佛堂前点一盏长明灯或酥油灯。在点灯的时候不要祈求发大财，要在心里诚恳地观想，愿这盏清净的佛灯照亮我内心的无明，愿我的脾气被这温和的灯光化解，指引我出入平安。这盏灯点的不是外面的光，而是你心里的正念之光。只要正念不灭，任何邪祟和意外都无法靠近你。第二，随身穿着红色系的内在衣物或配件。红色在五行中属火，是最正大光明的颜色，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体的正阳之气。属虎的朋友在这个月可以在贴身的衣物上或者随身佩戴一条红色的平安结，这层贴身的红色能帮你在潜意识里稳住阵脚。当你遇到突发状况想要发脾气或冲动行事时，这股红色的能量会像一个无形的盾牌，帮你挡住外来的煞气，把你拉回理智的状态。各位属虎的老菩萨，请记住，逞强不是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敢于向天地、向无常低头，退一步海阔天空，柔和一点，平安一生。各位乡亲朋友，听完了前面3大生肖的提醒，大家心里应该都有个底了。接下来这一段，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甚至可以拿笔记下来。每年农历7月15，家家户户、各大社区和庙宇都会举办中元普渡。很多人以为普渡就是买几包饼干、泡面，跟着大家拿香跟着拜，烧完金纸就没事了。其实普渡现场是一个能量极度密集也极度复杂的空间，这就像是你办了一场超大型的流水席，请了4面8方各路无形的朋友来吃饭。既然是请客，就必须要有规矩。如果在现场犯了一些隐藏的禁忌，不仅得不到保佑，反而会惹祸上身。今天我就来帮大家梳理普渡现场绝对不能犯的3不原则。第一个禁忌是绝对不喊全名。很多长辈去参加社区联合普渡，人山人海，转头刚好看到对面的老邻居，习惯性的就扯着嗓门大喊：凌晨往事，你也来拜拜我。这在平时是很热情的打招呼，但在普渡现场千万使不得。为什么？大家想一想，普渡现场有很多是无主孤魂，他们在法界流浪，心里充满了怨念和孤单。当你在那个场合大声喊出别人的全名时，这在玄学上等于是在点名或贴标签。有些调皮或者带有怨气的无形众生，听到了这个名字，就会顺着声音的磁场记住这个人。接下来几天被叫全名的那个人，可能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头晕，或者晚上睡不好，因为他的磁场已经被干扰了。所以在普渡现场遇到熟人，点个头微笑一下就好，或者轻轻拍拍对方的肩膀。如果非要叫人叫大姐、陈大哥这种称呼就好。
千万不要连名带姓的大喊。第二个禁忌是绝对不乱看桌底，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带孙子去拜拜的长辈，一定要把小孩看紧。在佛教的宇宙观里，众生是有分层次的，在供桌上面享用供品的，通常是福报比较大，或者是被专门请来的仙人与好兄弟。但是还有很多福报极差，身体残缺，甚至因为业障太重而不敢上桌的孤魂野鬼，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供桌底下捡拾掉下来的食物残渣。从佛学与香学相辅相成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的额头叫做天庭，是身上阳气最旺、火气最足的地方。供桌底下是整个法会现场阴气最重、最杂乱的角落。如果你出于好奇，弯着腰、低着头往桌底下那种阴暗的角落去探视，这在相学上叫做天庭蒙尘。你的阳气一低头，底下那些带有哀怨的阴性能量就会直冲你的印堂。很多人普渡完回家，印堂发暗，连日走霉运，就是因为这个无心的举动，不仅极度不尊重正在进食的无形众生，也破坏了自己脸上的气色与护身磁场。保持敬畏，平视前方就好。第三个禁忌是绝对不留残余，不结恶缘。普渡结束后，自己的贡品一定要收好带回家，这叫吃平安。但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在现场留下任何属于你个人的随身物品。有些人拜拜的时候，顺手把雨伞挂在供桌旁，或者把打火机喝了一半的矿泉水随手放在祭台边，走的时候忘了拿，这非常不好。你的贴身物品沾染了你的气息，把它留在能量混杂的普渡现场，就等于是跟那里的无形众生结了缘。这种缘分不是善缘，而是纠缠不清的恶缘，会让你的运势在不知不觉中被拖垮。说完了禁忌，我们来谈谈最重要的事情，如何在中元节这天真正做到扭转乾坤、消业增福。很多乡亲以为要化解业力、要转运，就是金纸要烧得比别人多，供桌上的烤猪要比别人大。其实弘一法师教导过我们，真正的福报从来不是用钱买来的。在佛学里，最无上的转运秘诀只有4个字，那就是诚心观想。今年普渡，当你点燃手中的那炷香，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请大家不要像往常一样只顾着求菩萨保佑自己赚大钱，保佑孙子考第1名。农历7月是业力清算月，你越是充满贪求，业力就越容易找上你。相反地，你要在心里默默地念出这句话：愿以此功德回向冤亲债主，愿大家同生极乐，离苦得乐。各位老菩萨，这句话的力量大得不可思议。当你放下自私的贪求，发出这个愿意与十方众生分享功德的大愿时，你的心胸瞬间就打开了。在那一刻，你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极其温暖、祥和的金光。那些本来对你怀有怨恨的冤亲债主，或者在你身边徘徊的业力，感受到你这股无私的慈悲心，他们心中的怨气就会瞬间被融化。他们不仅不会害你，反而会成为保佑你平安顺遂的护法神。用一颗慈悲的心去普渡，
把恐惧化为祝福，这才是中元节最强大的转运秘诀。这比你烧几万块的金子都还要有效10000倍。各位乡亲朋友，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业力的引爆，讲了3大生肖的危机，也讲了普渡的禁忌。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心里还是会觉得毛毛的，觉得这个7月好像到处都是地雷。大家先深呼吸，放轻松。影片的最后，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净化仪式。如果你这几天去参加了普渡，或者去过医院，甚至只是晚上下班回家，觉得肩膀特别沉重，头昏昏沉沉的，好像背着什么东西一样，请你回家后立刻去中药房或者菜市场买一点艾草和魔草，再抓一把我们厨房里都有的粗盐，把这3样东西放在一个大盆子里，用热水冲开，等水温刚好稍微烫手的时候，用这盆水来擦拭你的身体，或者从头淋下去。艾草和魔草是纯阳之物，粗盐能够拔除邪气。当那股带着草本清香的温热水流过你的肩膀，流过你的后背时，你可以在心里跟自己说，洗去晦气，身心清净。你会瞬间感觉到那种沉甸甸的压迫感消失了，就像是脱掉了一件穿了很久的丝雨衣一样，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轻盈了起来。这不仅仅是在洗身体，更是在洗去你磁场里的负能量。各位老菩萨，其实讲了这么多，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观念的翻转。大家都说农历7月是鬼月，一听到7月就害怕，但在我们佛教里，7月从来不是鬼月，它是报恩月，也是欢喜月。我们为什么会怕那些无形众生？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异类，是来找麻烦的。可是弘一法师和诸多高僧大德都曾开示过6道轮回的道理。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在法界里流浪，在普渡桌下捡尸的孤魂野鬼，他们是谁？在无尽的轮回长河里，他们都曾经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兄弟姊妹，或者是深爱过我们的亲人啊。只是他们现在迷路了，落入了恶道，受尽了饥寒交迫的苦楚。他们在7月被放出来，不是为了来吓你害你，他们是来求一口饭吃，更是来求一份度脱的希望。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还会害怕吗？你的心里难道升起的不是满满的不忍与慈悲吗？业力并不可怕，它是我们过去行为的投影，更是一面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的镜子。恐惧会招来厄运，但慈悲能化解一切灾殃。只要我们心存正念，诚心忏悔，不乱发脾气，不口出恶言，农历7月其实就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改运契机。把内心的恐惧化为慈悲，用包容去对待身边的人事物，你的福报就会在这个月里倍增。相聚即是缘分，今天这支影片能被您看到，就说明我们的善缘已经结下了。在日常的岁月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生活考验与烦恼，而这些其实都是生命中很好的修行。如果您喜欢这种透过弘一法师的智慧来安顿身心、梳理生活的内容，欢迎您顺手点个订阅，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分享
更多实用的生活智慧与因果观念，让善念与温暖陪伴您走过每一个平稳的日子。现在我想邀请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无论你是哪个生肖，请你在这支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这8个字：中元平安，夜宵福生。不要小看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留言区留下这句善言时，我们的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能量场。你的一句祈福，不仅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消灾解厄，更是在为这个法界所有迷茫的众生点亮一盏明灯。这就是最无私的法布施。请大家现在就动动手指，在留言区打出中元平安，夜宵福生，领取这份平安的能量。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也恳请您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属猴、属鼠、属虎的家人。你的每一次分享都是在传递一份善念，也是在为自己积累无量的功德。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一个内心平静、夜宵福生的农历7月。我们下期影片再结善缘。阿弥陀佛。